欢迎收看第1045期北京不静音。在讲完夏河之后呢，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让我讲上官乱，那我想干脆就做成一个系列吧，中共认知战人物录啊，我也单独建立一个播放列表。但是我必须要先做一个声明啊，虽然说的是中共认知战的人物录啊，但不代表说这些人就一定是收了中共钱啊再去做这个事儿的，而是说呢，我们会在这个系列里聊到的一个个人物呢，他或多或少的主动或被动，甚至是无意识的卷入了中共的认知战。那他当然有可能是带着任务出来的，那么也有可能是有了点名气，然后被中共收买的，收了中共钱的。那也有可能没收中共的钱，但是他有软肋在中共手里啊，被胁迫啊，不得已在替中共所谓的小骂大帮忙。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自身的认知程度有一点问题，然后呢被其他人给他洗脑了，带了风向了，他自己说的这些内容他深信不疑，于是呢他又要做自己的频道当自己的网红，当自己的大 V。 那么他在重复这些观点的时候加深了对于他的粉丝的一个影响，无形之中把中共在认知战里想灌输给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念他又当了一个二传手，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系列呢，我不想去所谓的抓特务然后听床说谁谁谁说这种阴谋论我不想做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因为我对这些人的本身他有没有收钱他是脑子里怎么，我其实并不是很关心。我们想说的就是在这个公开的事实层面，把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言行发的推文或者做的有关节目我们拿出来分析，用来告诉那些对他们非常信赖的他们的那些粉丝们、订阅者们，告诉他们你订阅的这个人我们讲到的人物录里的这一个人，他的这些言行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本质上我这还是一个观念的频道，所以我想聊的是这个。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上官乱我也不想说他的一个来龙去脉，他是怎么去台湾的，然后他早年是什么样的表现，他最近是哪个点上发生了变化什么的。我们今天分析的更具体一点，就是他最近的给大家看最近的他写了2篇长的推文，我们就分析这2篇长的推文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第一篇名字叫别在民主步道了，丢人，8964是谁的遮羞布。第二篇叫别在神话8964，给那场运动一个不自欺也不犬儒的理解。那么现在第一篇推文我找不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删掉了，但是那个文字我保留下来了，我看看能不能放到本期节目的说明文字里我看看那个字数限制可以不可以然后第二篇推文还在，我会把这个链接也放在说明文字里大家可以去阅读原文，然后再来看我的这个分析和讲解。因为呢他使用的这个手法还是挺高明的，这个和夏河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夏河其实很粗糙，就是一些情绪化的表达但是上官乱不一样这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所以他在文字里使用的这些伎俩那就由我这个同样的文字工作者来戳穿他。首先呢，他的目标人群是海外的中文圈尤其是针对台湾人。他这些文章表面上你一看呢，他不是传统的那种特别赤裸裸的
亲共洗地文，不是的。他在表达他观点的时候，也不是那种纯粹的特别情绪化或者逻辑特别直白的，就是告诉大家我要反民主，也不是。他这是2篇非常高技巧的，我们叫现实主义祛魅文章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一我们先讲他的第1篇文章。在他第1篇文章里呢，他说了很多的事实这样的文章都是80%-90%他讲的都是一些事实你也不用去反驳他，因为都是对的但是他的私货埋得非常深我们一会儿都给他揪出来我们先讲事实层面，先肯定一下。他说呢，民主国家从来就没有为中国的民主化付出过高成本，这句话是对的。那么8964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中共有一些制裁，但这些制裁都是短期的、可逆的，而且很多都是象征性的，这句话也没说错。因为很快几个月过去之后，马上接踵而来的就是各国对中国的投资、贸易，后来给最惠国待遇让中国加入 WTO， 甚至整个的产业链整合都进入到中国。当然了，全世界进入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沾上这个红利，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什么美国欧洲、日本、台湾都是这么做的，一边谴责中共的这个8964屠杀、天安门屠杀，一边呢投资追加投资，这些都是事实层面的上官乱在这点上没有说错。但是他偷换了哪些概念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些一个个的民主国家在这里民主布道，但是呢他们没有去真正的实践。那么于是乎这个谁的遮羞布，他想把这个地方画一个等号，但是我觉得大家有逻辑的可以想明白这个事情，对吧？民主布道没有去实现，并不等于说民主本身是遮羞布，这是画不了等号的，对吧？民主价值不是虚伪的，民主价值是实实在在的。那但是为什么在当时中共的这个8964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很多这种民主国家并没有实践它的这个民主价值呢？没有对中国制裁到底，或者迫使他去做一个改变呢？就是因为政治，这是政治政治是有现实性的，现实的这个政治有的时候它是不遵守道德最大化原则的。所以我们在这儿能看到上官乱做了一个怎样的偷换概念呢？他把政治现实主义偷换成了价值虚无主义告诉你，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政治是这么的肮脏，嘴上说着民主，实际上有这么多的不道德的事情，于是潜移默化的让他的读者认为民主价值是虚伪的，是虚无的，是没有实际作用，他在做这个道德这个概念偷换。那么他的底层立场和中共是同频的。我在这里我没有说他收中共的钱或者说他受中共胁迫，于是在实际上帮中共再去做这些事情，我没有证据，我也不想聊这个角度，因为没有意义。有可能就是他的想法，他的底层思维本色和中共是高度同频的。我们就想把这个事实给大家揭露出来，因为他们都刻意回避了一个事实。就在上官乱这第1篇文章里讲了这么多，但是有一个事实他不去说，什么呢？就是8964是对具体平民的个体的一种屠杀，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平民都有名有姓的对他们的屠杀，这就是一个事实。但是他不讲这个事实，他只是在那儿反复的特别冷酷他以为冷酷是一种成熟，又冷酷又犬儒的说什么呢？说那些现在还在讲8964的这些坚持者，或者当时在广场上不愿意去散去的这些坚持者，就说他们幼稚丢人民主是假的你看看这个民主社会有人帮你们吗？有人真正的制裁中共吗？然后最后告诉你，
世界就是这样的，或者中共就是这样的，国情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这样的，认命吧。这是他的底层立场，这点上跟中共高度同频。好，我们说他这第一篇文章的问题总结。他在这篇文章里所有的分析，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在8964之后啊，这些世界上这些民主国家对中共的谴责呀，甚至一些象征性的制裁啊，没有让中国崩溃。就是说中国没有因此崩溃，所以这些道德谴责是无效的。这句话大家记住，这就是他这一篇文章所有分析的一个隐含的前提。但这个恰恰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事后的胜利者视角，因为历史就这么写住了。所谓的胜利者是中共，因为用坦克把人民碾压过去了，镇压了，血腥屠杀了。那作为一种所谓的胜利者的视角，等于上官乱是用一个结果论，然后去否定当时每一个勇敢站出来的人。什么叫胜利者视角呢？因为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当时如果开枪镇压失败了呢？如果激起更大的全国性质的这个民怨呢？直接就把你推翻掉了呢？有各种各样的假设，不代表说你当时做的这个镇压就是一定有效的。当然我们知道各种的历史可能性坍缩之后成了现在的这个结果，然后上官乱用这个结果反推，最后达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最后这句话就是他在教人们或者教他的读者们影响这些海外的中文圈甚至影响一些台湾人就告诉你们，你要提前放弃道德，什么民主什么这些布道都是假的，无效的，他们都很虚伪，这些道德，这些人类的这些普世的价值是不存在的，你们放弃吧，不要坚持这些道德。如果你坚持，你就会像这些8964的坚持者一样，显得非常的幼稚。而我上官乱告诉你们的是现实是什么样。虽然我很冷酷，但我很成熟，我告诉你们的是现实，你们很幼稚。这就是他想达到的一个效果。好，我们继续看第二篇文章这个现在还在，所以我放了一个截图别再神话8964，给那场运动一个不自欺也不犬儒的理解。那这篇文章实际上比第一篇文章更狡猾。为什么狡猾呢？我告诉你他用了哪些伎俩。第一，他不再像第一篇文章那样正面的嘲讽64受难者了，换了一个姿势。然后他在第二篇文章里引入了一个权威的文本戴晴的说的一些话，他一直在引用这个，但实际上他做了很多的曲解一会儿我都会给大家详细分析。然后他站在了一个所谓的反犬儒的位置上说话，因为第一篇你们不是骂他犬儒吗？他说我不是犬儒，我反犬儒。但实际上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分析他是怎样一种新型的犬儒。然后他把去神话和去道德中心去做了捆绑。好，我们详细分析首先还是说它里面有很多说的对的部分，对吧？私货是一小部分，当然是影响最深远的、最恶劣的。他说的对的部分是什么呢？首先，64不是一场成熟的民主革命，这句话没说错，当然是戴晴说的这都没错。64确实不是一场成熟的民主革命，但是它不成熟，不代表它没有正当性。那他又说了第二句话，对吧？他说你有正当性，你有这个道德正当性，但不代表不等于你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这句话也没说错道德正当性不等于政治可行性，就是你觉得我很道德我人权吧，我民主吧，我这些普世价值都讲出来，于是你的这些道德诉求最终在政治上可操作吗？行得通吗？这不一定划等号的。这些话他都没说错，但是我必须在这儿提醒大家，他说对的这部分只能用来分析事后分析，
那么当年的8·9·6·4为什么失败？你只能用来分析为什么失败，而不能拿这个结果去反推。反推什么呢？说因为当时失败了，因为这个正当性不等于政治上的可行性啊，因为你不是一场成熟的民主革命等等等等，所以不值得坚持或纪念。这个反推是不成立的。好，第2篇文章里最关键的转折点，最为大家现在所诟病去批评上官乱的就是这一个点就是说邓小平并没有预设开枪，就是说我派军队去了，但是我没打算开枪，我没打算屠杀，我没打算杀人。这一句是上官乱这篇文章的整个的一个伦理断层点，就在这个地方断了，是一种技术性的推卸责任。当然了，我们稍微的腹黑一点，恐怕也是其真正目的。但是他是什么目的不重要，效果达到了可能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可能他本意不是这样，这都不重要，因为他也没把他的本意写在这个文章里。但是这篇文章的传播影响力，然后大家看完之后的观感等等，达到了这个效果，那你这就是中共认知战的一部分了吧？你无论是你自愿的还是怎样，你就成为了他的认知战的一部分，起到这个效果。好，我们详细分析这一句先看看他原文里，这是截图这是他的原推的截图。他说，那么清场和开枪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并没有预设开枪目标只是恢复秩序，而不是制造大规模流血等等等等。最后他问说，为什么没有预设屠杀却发生了屠杀呢？然后他说了一些理由我们来详细分析首先详细分析没有预设屠杀，我们假设这个是成立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不需要负责任屠杀是发生了的，我刚才说了，针对个体的平民的屠杀，这是确实发生的。那你本意我没有要屠杀没有预先设计好就是要进去屠杀，但是不等于说你不需要承担屠杀的责任，这是一定要点清的他在这个文章里并没有说。那么其次更重要的一点，邓小平把军队派进去，这个命令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那个屠杀的那个致命的这个结果一个高度可预期的行为。因为你不派军队进去，你不会发生这个屠杀。你既然派了这种致命性的武器军队，本来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情的一群人，你派进去了，这就是一种可预见后果呀。所以上官乱在这个地方，在这篇文章里所用的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就是官僚责任稀释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他在这里面的这个伎俩。好，接着说，他那篇文章里说为什么没要预设去屠杀，但是为什么发生了呢？是因为士兵也很恐惧然后这些反抗的情绪的累积然后市民们也很疯狂接着发生了第一声枪响，那这一下整个就乱了有一个临界点。他做了大量篇幅的在这个地方去做分析。实际上他是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是把一个权力决策的问题，在他笔下转写成了一个系统失灵的问题。这样做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8·9·6·4这场屠杀是谁下令的？那你在看完他这篇文章之后，你模糊了谁下令的，你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了，你反而去看他的那些大量的分析士兵是怎么恐慌的第一枪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这个系统又本来不是要做这个事儿为什么做这个事儿？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抛去，只指那个本质问题，谁下令军队进去的？上官乱提到了吗？还有，屠杀是不是发生了？那么谁来负这个最终责任呢？
你看完他的文章之后，这个注意力也分散掉了，你不再去想谁负这个最终责任。邓小平啊，还有很多人呀，他们都要负最终的责任。中共，你看完上官乱的这个文章之后，分散了，你就会理解成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悲剧，结果这个结构成了凶手了，有意思吧？我们接着分析啊。上官乱反复的说，当一个事件只剩下道德标签就是说大家现在都拿8964当一个道德标签啊，无论是这些民主国家，还是这些民运一代，还是这些反共人士啊，那么他就说，当一个事件只剩下道德标签，它就失去了被理解的可能。这句话说得非常高明，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又是一个前提，我帮他提出来他没写的我都帮他给大家讲出来，就是他说道德记忆妨碍历史理解。那什么意思呢？我说大直白的话大白话就是上官乱想要把这个8964身上的这个道德标签给撕下来，就是说你不应该去道德化8964这个事儿。但是我想说，他说错了，8964这个天安门屠杀必须被道德化，必须被道德化，被道德谴责。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次国家暴力对平民的屠杀，这个事实谁也洗不了。它确确实实就是国家暴力对于一个个的平民个体的屠杀。所以大家记住，国家暴力对平民的屠杀，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这个事情必须道德化，必须标上道德标签，被后世不停的谴责和反思。好，我们来总结他这第二篇文章的问题，就是上官乱一方面他要求受害者一方去情绪化你不要那么情绪你要理智你要看清楚当时你们这个叙事现在都太简化了，我来告诉你们这个复杂的内情是什么样。他是不停的要求受害者一方你要怎么样，但是他并没有对加害者一方施加同等的道德重量。大家看出这里面的失衡了吧？所以本质上来说，他完成了中共最希望却不方便说的话。什么话呢？就是让人理性的放下愤怒，对于8964的愤怒，你要理性的放下，并且呢，你要非常犬儒的对此感到不错我很成熟我不再像那些喷子或者那些画引号的精神病那样祥林嫂那样反复的去说中共屠杀人民，事实就是中共屠杀人民。但是中共希望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贴合他的叙事，他是无可奈何他也不想等等。那上官乱的文章同样在做这个事儿。好，总结一下他这两篇文章他的干货，就这4句话民主世界不会为你付出代价，64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崇高事件，清场没有预设要屠杀，更多是结构失控，所以不要再把64当成道德制高点，这就是他的干货。还是要把道德这个标签从8964这个身上撕下来。当然了，我们也说一句公道话，就是这个世界你有任何的观点都是 OK 的，对吧？你对8964有怎样的一个认知，那是你的自由，你都可以说。上官乱当然也有他的言论表达自由。我刚才念的这4句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对吧？它有它的一定的道理，这些都可以在这些不同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去展开去讨论。
去交流、去表达都 OK。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家记住了啊！但是有一句话是在聊8964这个事情上，无论你以什么角度去说，这句话你不能不说。这是上官乱的问题所在，就是有一句最关键的话，他这2篇洋洋洒洒的长推文都没有提到。哪句话呢？就是这句话，他最该说的话。我念一下：即便如此，就是你之前可以说一堆的分析，但是你要说即便如此，开枪仍然是不可原谅的政治罪行。这句话他没有说，或者说类似的话啊，我不是说他一定要照着我的原文去念一遍，他可以有类似的话，但是大致意思是这个意思。你要对中共的这场屠杀，这个政治罪行要谴责啊，这一点不能回避啊，要点透啊。他为什么不说呢？不是因为疏忽啊，忘了。怎么可能？写了2篇长推文，还有其他的一些跟人争执的一些短推文，反反复复的在说8964这些事情，但是没有说这句话，他忘了，不可能。这就是他的立场。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他本质上是一个让大家看起来更成熟的犬儒，还是犬儒那一套。那当然了，更深层的他到底什么目的？他现在在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主动的再去配合中共的认知战，以及他是不是领了任务，或者说他是不是收了钱，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说，因为我没有证据，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想在此分析他卷入到中共的认知战里面所达到的效果，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析的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回到的是一个事实层面，我们不讲阴谋论，对吧？事实层面，他自己发的推文，我们就在他的这个字里行间，有人说他这个字里行间有很多的 AI 的痕迹，都没有擦除清楚干净，这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你只能说他的这个文字水平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无论擦除没擦除干净，他是用他自己的账号，用他自己的这个名声渠道、影响力等等的，把这个文字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出来了，那我们就认为是他的观点。那我们分析的就是他这些观点里他的私货是什么，他用的伎俩是什么，他有可能达到的坏的影响是什么。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析的，可能也是我们这个中共认知战人物录这个系列以后，如果分析到其他人，大概也是这个思路。好，感谢收看、订阅、分享。